3強之內，小命就完蛋。营長，我不慢，你慢不慢？我證明給你看。為了整治眼前的刺頭兵，三營長全然不顧他司令員兄弟的身份，決意用實戰給他上一課。只因新兵順柳為了造狙擊槍的消音器，竟擅闖群眾祖墳偷砍羅漢竹，結果被當場抓包。事後答應老大爺到祖墳前磕3個響頭謝罪，可不料這一磕就是99個。按照他1個響頭抵3根羅漢竹的神邏輯，老大爺反倒還欠他32根羅漢竹。這事徹底讓三營長和陳大雷頭大了。順柳為造消音器，幾乎是2天犯1小錯，3天犯1大錯，腦子裡完全沒有組織紀律性。他來就是傲，他傲得像個飛機一樣。我看他除了你司令員，他哪一個他都瞧不起。再一個他就是犟得像頭驢。因為順柳現在是司令員陳大雷的兄弟，所以就算他目无紀律不聽命令，班排長也沒人敢訓他。但陳大雷和三營長也心如明鏡，順柳是塊可遇不可求的璞玉，頂尖的槍法和過人的膽識是他的天賦，可唯獨缺了紀律的打磨與規矩的約束。於是，一場專門針對順柳的刺頭特訓已然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。而三營長就是最佳教官。二雷，我看你是属烏龟的，你那叫什麼動作啊？動作慢慢腾腾，身體還歪歪斜斜。三營長精準拿捏了順柳吃硬不吃軟的犟脾氣，又深知他槍法頂尖，可拼刺技術卻薄弱，於是便用激將法對症下藥，既能戳中他的好勝心，又補實戰短板。當順柳成功上套後，三營長再趁機向他下戰書，讓他拿針刺刀，而自己只拿木槍與他對峙。營長，我這可是真刺刀，傷了你怎麼辦？就把我當鬼子。營長，你別逼我啊！我逼急我真敢跟你拼命，我就不相信我真刺刀拼不過你個鋤頭把子。來，順柳的這份自信源於他槍法的天賦，可也暴露了他草根新兵唯槍法論的狹隘認知。因為現實很快狠狠打臉，他才剛出手就被三營長的木槍精準擊中胸口，劇烈的疼痛讓他瞬間都懵了，可嘴上卻還硬撐。這不算，我剛才我是怕傷了你，沒想很賤。這一棍不光打沒了順柳的傲氣，更激起了他的勝負慾。不服輸的順柳忍住疼痛，準備接着挑戰，要和三營長正面較量，可氣勢再足也抵不過實戰功底的差距。三營長故意步步緊逼，言語挑釁，把順柳的火氣徹底勾了上來，緊接着讓他一次次衝動衝鋒，又一次次被自己乾淨利落的放倒。你們都記清楚，千萬不要讓槍離開你的双手，因為槍就是你們的命。論槍法，三營長可能不及順柳，但論近戰搏殺與戰場分寸，他絕對夠格當順柳的老師，甚至還能邊打邊給圍觀戰士教學。而這也正是三營長的良苦用心之處。在抗戰年代，光有槍法贏不了戰爭，他要用實打實的碾壓磨掉順柳的天賦優越感，讓他懂進位知進退。與此同時，文書翰林算好了時機，把被砍足的老大爺請到現场，還故意讓他看到三營长正替他教訓順柳的畫面。這瞬間讓老大爺心軟了，饒了他吧。那怎麼行呢？大爺，像他這樣的就得教訓教訓他，讓他以後長點記性。咱們新四軍呀，那紀律相當嚴明，絕不姑息那些違反紀律的。經過翰林這麼一番神操作，本就心軟的老大爺見順柳被打得連連倒地，頓時慌了神，生怕他被打壞了，於是連忙催翰林前去求情，說這事兒就這麼算了。而翰林此舉既徹底化解了抗戰時期至關重要的軍民矛盾，又給足了老大爺面子，盡顯亂世中文人的處世智慧。但這還不算完，為徹底磨平順柳的稜角，三營長對順柳的特訓愈發精準嚴苛。山地衝鋒時，順柳仍抱着步兵扎堆的思維，三營長也當即糾正，陪着他一起衝鋒，選擇自己的狙擊點位。然而當他抵達時，卻早已氣喘吁吁，都握不穩槍了。作為一個槍手，你這個樣子怎麼持槍啊？怎麼瞄準呢？怎麼作戰呢？一定要保持心平氣和，从容不迫。還有隨後的匍匐前進，構築狙擊手的單兵掩體，這一套特訓下來，把他手掌磨得發紅，渾身也布滿淤青，甚至手腳腫脹到沾床就睡。這份極致疲憊也漸漸磨平了他的抵觸，讓他開始接納紀律的約束。而這一切，陳大雷都看在眼裡，疼在心裡，卻始終沒鬆口，因為他比誰都清楚，就算順柳是天賦神槍手，可必須也得先成為能扛住殘酷戰場生死考驗，守得住紀律底線的尖兵。順柳這塊好鋼，唯有經這般烈火淬煉，才能褪去野性，真正成為戰場上殺敵的利刃。你接着去。